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来塞偏偏。今天带大家看一部新鲜出炉的科幻美剧，由海马王杰森·莫玛主演的《看见》。故事发生在几百年后的未来，21世纪致命病毒的爆发，使全球人口锐减到不足200万，幸存者的视力也被病毒永久剥夺，全都变成了盲人。几个世纪过去，幸存者们和他们的后代缺乏有效的沟通和知识传承手段，导致人类文明飞速倒退，很快就回到了部落文明。依靠现代文明留下的大量遗物，幸存者们在飞机上建立起村落，把遗物当成了神迹。经过十几代人的传承，人类适应了没有视力的部落生活，甚至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能够看得见的。这些人以水电站为神坛，建立起信仰黑暗和电力、敌视视力与光明的宗教，奉女王为神明。谁要是鼓吹有关视力的言论，就会被当作异端邪说。还出现了专门捕杀视力邪教、只听命于女王的猎巫者部队。帕岩王国的边陲地区，象牙山村民世代生活在此。一个叫桂琴的女人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起名叫狗蛋和翠花。这对新生儿的诞生打破了村子的平静，村里出了个二五仔，将孩子降生的消息传了出去，引来了猎巫者。猎巫者为何会因为一对婴儿光临边陲小村？咱们暂且卖个关子。面对猎巫者大军压境，象牙山村村长马大海却毫不示弱。虽然象牙山村是个小村落，但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常年和敌对部落以及野生动物搏斗，使得村民个个骁勇善战。马大海更是裤裆里藏刀的狠角色。We are one, and we fight as one. Prepare for battle. 尽管他们失去了视力，另外4感却大幅加强，甚至有人觉醒了第6感，能够隔空读取别人的想法。他们根据特长各司其职，有擅长吊威亚的杀戮之神，有灵活矫健的舞动杀手，有嗅觉灵敏的斥候嗅者，还有舞蹈天赋满格的巨魔战将。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这时候就会有人发弹幕问了：两帮瞎的打架要怎么分清敌我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由于瞎了几百年，人类的嗅觉和听觉已经进化得异常发达。开战前，他们会在自己的脸上抹一种特殊的泥巴，这样就可以凭气味辨别敌我。开打以后，又会不停地喊自己部落的口号，以确定幸存同伴的数量和位置。所以只要不是膀子抡圆了顺皮斩，都不用担心误伤友军。当然，就算误伤了，也没人知道是你干的。搞日的自己人。经过一番激战，猎巫者的前锋被打退，但猎巫者有马有狗，人多势众，大海只好退回村里。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暂时阻挡了猎巫者的进军。可一旦雨停，出现在村口的将是蜂拥而至的猎巫者大军。可村子只有村口一条路，背后就是万丈深渊，他们还能通到哪去呢？这时，村里的巫医黑婶爆出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其实，在村后有一座横跨悬崖的吊桥，这对村民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这桥怎么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吧？肯定是有人造出来的。但一群盲人怎么可能造出这么长的桥呢？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大海带领全村老少来到悬崖边，果然发现了一座吊桥。正所谓盲人过桥，不是摸黑胜似摸黑。在损失了部分人手后，大部队成功渡过悬崖，泄密的二五仔也趁乱混在其中。马大海斩断绳桥，将猎巫者困在了悬崖的另一边。女王得知孩子顺利逃生，命令猎巫者全力追捕孩子，找不到孩子就不要回来。他无视水电站每况愈下的紧急状态，还处死胆敢进言的忠臣，继续统治着愚昧的信徒。We are fire, we are holy, we are chosen. 马大海虽然没见过海，但他是双鱼座，觉得自己命中与水有缘。他带领族人沿溪流行进，水流掩盖他们身上的气味，甩头追兵，终于抵达了避难所，一处依山傍水的平原。大海就在这里带领族人重建家园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重建村落的工作正在展开。大海就在带着孩子遛弯的时候，遇到了熊的袭击。大海既不是俄罗斯人，也不是荒原猎人，怎么可能打得过熊呢？眼看着大海命悬一线，一个神秘游侠接着赶到，射杀了棕熊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狗蛋和翠花的生父老王。老王天赋异禀，在这个全盲的世界，他居然拥有视力。据说他不久之前杀了女王的妹妹，现在又满世界乱跑，传播视力邪教的思想。女王之所以这么执着于抓住老王，却并不是为了给妹妹报仇，而是看中了老王的视力。她处心积虑的想把老王抓回去，让他做个没得感情的播种机器，他们生下的孩子就会成为新世界的神，却不想被桂琴捷足先登。几个月前，老王带着桂琴来到了象牙山村，把桂琴托付给了村长马大海和巫医黑婶后，老王便独自离开。马大海打了半辈子光棍，对桂琴一见钟情，不对，看不见，可能是一听钟情、一闻钟情，或者是一摸钟情。爱情使人盲目，哪怕桂琴是个孕妇，马大海也义无反顾，决定勇敢接盘。猎巫者们对老王无可奈何，只好改变策略，追捕他的孩子，企图让他空前绝后，这才有了开头猎巫者围村的一幕。原来吊桥其实是老王搭建的，避难所也是他找到的。老王还提前抵达避难所，凭借一己之力杀光了周边有威胁的所有动物，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安全的生长环境。在老王艰
肩负革命大业，屁股后边还有大批追兵，无暇顾及儿女私情，不得已再次离开。临走前留给大海一把钥匙，他把一个箱子藏在避难所附近的瀑布底下，等到孩子们12岁时再打开它，他们将利用箱子里的东西开创一个更好的时代。老王和大海的会面都被不远处的二五仔听在了耳朵里。这二五仔为啥锲而不舍，要做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呢？原来当年大海为了稳固自己在村子里的地位，将反对者的领袖活活烧死，其中就有二五仔的妈妈。杀母之仇不共戴天，他岂能轻易放弃？村子刚稳定下来，二五仔又开始搞小动作，他无法撼动大海的统治地位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大海一伙人打成巫师反动派，再联合民意扳倒他。二五仔求助于村里的暗影，所谓的暗影就是部落时代的刺客，他的行动无声无息，甚至可以暂时停止思想。二五仔请求暗影跟踪黑婶，找到黑婶是巫师的实锤。为防夜长梦多，大海在告别老王后，直接去山洞里把箱子取了回来。打开箱子后，他懵了，箱子里除了一艘小木船，就只有一堆编订成册的树皮。这一堆树皮要怎么创造新时代呢？一旁的黑婶语出惊人，他摸完树皮以后说，这些东西被前人称之为书，他们记载着诗礼时代的知识。本以为早在100多年前，猎巫者就把书都烧光了，没想到老王神通广大，居然留下了一部分。经过商议之后，他们决定先把书埋在树下，等12年后再传给孩子们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在房间的角落里，暗影已经潜行进来，他们的谈话都被他听到了。但暗影并没有把这些消息告诉二五仔。暗影没带来想要的实锤，但二五仔贼心不死。虽然避难所与世隔绝，可水体是相通的。他决定用漂流瓶向女王传信，只要他坚持每天扔，总有一天能把信传出去。这和很多人买彩票的心态不谋而合。你到现在还没中过奖，人家彩票带寿顶的大叔都已经在北京买房了。我反正是想不通，大海是怎么把孩子拥有势力的事情瞒住的。反正就这么瞒了12年。狗蛋和翠花主要成长，继承了老王的势力。眼看着约定的日期临近，大海两口子却决定维持现状，将真相彻底掩埋。但黑婶是个谨记自己的使命。狗蛋和翠花12岁生日当天，黑婶给他们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，没错，就是午餐高考和王后雄宝典。孩子们哪里见过这种反人类书籍，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黑婶又告诉他们关于身世的真相。尽管大海心里不是滋味，他一直对孩子们视如己出，谁都不知道孩子们接触到知识后会发生什么事。但事已至此，在黑婶的劝说下，大海决定遵守与老王的约定。转眼又过去了5年，猎巫者首领图图强返回水电站述职，经过17年昼夜不分的追捕，他的头发也掉光了，胡子也花白了，还带回足足100车的战利品。不看辛劳也看苦劳，不看苦劳也看疲劳吧。但女王不吃这套，图图强没带回老王，女王最后的仁慈就是让他找个没人的地方自行了断，保有作为战士的尊严。刀架在脖子上，就在图图强即将自尽之时，女王接到了一封信，写这封信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二五仔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二五仔扔出去的漂流瓶还真就被人捡到了。这下图图强又有了用武之地，立刻带队快马加鞭赶往避难所。此时狗蛋和翠花也成长为17岁的青年，狗蛋沉稳内向，翠花活泼好动。他们从书中学习了大量的知识，掌握了大量超出当时时代的技术，两人的心态不可避免的有些膨胀。二五仔也没闲着，这17年来，他暗中拉拢了一部分村民，还和自己的姑妈乱伦，生下了畸形儿。村里的人却把这个畸形儿当作神的旨意。象牙山村这17年来从未与外界交流，他们迫切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，但村落间的公开交流势必会引起猎巫者的注意，他们只能通过参与盛会的方式和外界交流。所谓的盛会可以理解为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会，部落间可以在这里交流货物，或者吸引新鲜血液的加入。事不宜迟，第2天大海亲自带队启程前往盛会。尽管大海再三叮嘱他们老实在家待着，但狗蛋和翠花还是悄悄跟在大步调后面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外面的世界。 We have built this temple of flame. We have brought witches to burn. We burn for nothing. You're wrong, I got it. 狗蛋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想静静，翠花却沉迷于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。就在翠花愣神的时候，狗蛋被奴隶贩子拐走了。等到第2天，才发现哥哥狗蛋丢了，他赶紧向马大海求助。情况紧急，来不及组织其他战士，大海带着桂琴、黑婶和翠花3人，顺着狗蛋留下的记号，来到了一处城市废墟。大海对奴隶贩子的手段了如指掌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奴隶贩子的儿子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大海学会了各种折磨奴隶的手段。自从有了狗蛋和翠花，他就将过去残暴的自己深埋。现在为了救出儿子，只有再一次化身修罗。马大海凭借对奴隶贩子的了解，悄悄摸到了他们的据点，屠杀即将上演。 死亡如风，常伴无声。社会事件给这2位自傲的年轻人上了一课，他们深刻认识到了人分369等，肉有5花3层，没有鱼王虾蟹，哪有花花世界？外界的凶残使他们感到恐惧，但为了完成使命，他们必须当继往开来的引路人，带领乡亲们走进新时代。狗蛋和翠花陷入迷茫，但运气不总站在他们一方。经过17年的兜兜转转，猎巫者终于还是找上门了。
以上就是美剧《看见》的前3集内容。《看见》是 Apple TV 加流媒体上播出的第一部美剧。所谓的 Apple TV 加，你可以理解为苹果自己做的网飞。从本剧整体的拍摄质感，可以看出苹果公司对它的重视。尽管近年来末世类剧集层出不穷，但《看见》圣诞设定新颖，气氛营造到位，末世的场景设置也有一种美国末日的既视感。喜欢这类题材的小伙伴可以追一下。狗蛋和翠花能否完成创造新时代的使命？马大海和涂鲁强的对决究竟鹿死谁手？想知道后续剧情的小伙伴，还是追剧吧。因为到偏偏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，这部剧就只出了前3集。如果大家想听我解说接下来的剧情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今天就说到这里吧，拜了个拜。